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，很多人每天面对工作压力、生活焦虑和复杂的人际关系。我们习惯了坚强，习惯了隐藏自己的疲惫，却很少有人真正问自己一句：我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地方？有时候，一段故事、一首歌、一个角色，甚至两个公众人物之间展现出的默契，都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一束光。博君一肖这个名字来源于演员王一博和肖战名字的结合，也因为谐音博君一笑而被赋予了一层温柔的含义。从2019年开始，这个名字迅速进入大众视野，成为许多人关注和讨论的情感符号。对于部分粉丝来说，博君一肖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CP 组合，而是一种情绪寄托，一份精神陪伴，以及在现实压力之下寻找温暖的方式。那么，为什么一个来自影视作品和公众形象中的关系，会让如此多人产生强烈共鸣？为什么多年过去，依然有人愿意关注、讨论和回忆这份特殊的情感连接？答案或许隐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之中。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情感代偿，它指的是当一个人的某些情感需求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时，会通过其他方式寻找心理上的平衡。这种现象并不代表软弱，也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一种常见的心理调节方式。现代人的生活看似丰富，但真正能够倾诉内心的人却越来越少。我们可能拥有很多社交关系，却依然感觉孤独，每天与很多人交流，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自己的压力和情绪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个能够带来温暖、陪伴和美好想象的情感对象，就容易成为心灵中的安全空间。对于一些博君一肖粉丝而言，他们关注的不只是两个人的互动，而是在其中寻找一种理想化的关系模式。那是一种关于理解、支持、陪伴和共同成长的想象。他们会反复观看曾经的节目片段，会讨论某些细节，会从公开信息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。这种行为的本质是人在寻找一种情绪上的满足。就像很多人喜欢电影里的英雄角色，是因为他们代表勇气；喜欢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故事，是因为其中承载了对美好的向往。人们喜欢某种关系，很多时候喜欢的并不仅仅是关系本身，而是它所代表的价值。如果只是短暂的新鲜感，一段关系符号很难持续多年。真正能够留下影响的，往往是它满足了某种更深层的心理需求。首先是投射心理。心理学认为，人们容易将自己的期待、愿望和情感投射到喜欢的人或事物上。当粉丝看到王一博和肖战在事业道路上的努力、坚持和成长时，会自然联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。有人从肖战面对压力后的坚持中获得鼓励，也有人从王一博不断突破自我的状态中获得动力。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明星，而是一种可能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象征。其次是陪伴感。很多粉丝并不是单纯追逐热度，而是在长期关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情感习惯。当生活遇到困难时，回顾曾经喜欢的人和故事，会产生一种熟悉感。这种熟悉感就像多年陪伴自己的音乐或一本旧书，即使现实没有改变，却能够给予短暂的安慰。最后是共同体心理。一个人的喜欢，当被很多人共同分享时，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群体连接。许多粉丝因为共同兴趣认识朋友，参与创作，交流想法，甚至参与公益活动。这种由共同爱好形成的社群关系，也能够增强个人的归属感。人类天生需要连接，而共同热爱往往能够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。真正有价值的热爱，并不是让人停留在幻想之中，而是让人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前进的力量。很多人追星之后，会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因为喜欢一个努力的人，所以提醒自己也要努力。因为看到偶像面对困难依然坚持，所以学会面对自己的挑战。因为受到积极形象影响，所以愿意提升自己。这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积极赋能。一个好的偶像影响，
不应该是让粉丝失去自我，而应该帮助粉丝发现更好的自己。如果一个人的热爱能够转化为学习动力、工作动力、生活动力，那么这种情感连接就产生了积极意义。许多粉丝参与公益、创作作品，提升自己，也说明一份喜欢可以产生超越个人情绪的影响。当热爱不只是停留在屏幕前，而是进入现实生活，它就拥有了更加丰富的价值。然而，任何情感投入都需要保持平衡。喜欢一个人，关注一个组合，本身没有问题。真正需要注意的是，当虚拟世界逐渐取代现实生活，当个人价值完全依赖外部评价时，就可能产生负面影响。如果一个人因为追星而忽略学习、工作、家庭关系，甚至把全部情绪寄托在某个遥远的人身上，那么这种依赖可能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脆弱。健康的喜欢应该是一种增加人生色彩的力量，而不是控制人生方向的枷锁。我们可以欣赏美好，可以拥有喜欢的人和事，但同时也需要拥有自己的目标。去读一本书，去培养一个兴趣，去完成自己的计划，去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因为真正值得追寻的，不只是别人闪耀的光芒，更是自己能够成长出的光。时间会改变很多事情，热度也会随着岁月变化。但对于一些人来说，博君一笑留下的意义，可能已经超越了一个名字或者一个网络符号。它代表了一段青春记忆，一种情感寄托，也代表了人在疲惫生活中寻找温柔的本能。我们喜欢某个人、某段故事，并不一定是因为它完美，而是因为它曾经在某个时刻给予我们力量。真正重要的，不是这份情感是否符合别人眼中的标准，而是它是否让我们成为更积极、更勇敢、更完整的人。喜欢可以是一束光，但最终我们要学会成为自己的太阳。当我们带着从热爱中获得的力量，重新面对现实生活时，这份喜欢才拥有更加长久的意义。你是否也曾因为某个明星、某段故事或者某份热爱，在困难的时候获得过力量？你认为博君一笑带给粉丝最大的意义是情感陪伴，还是成长动力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感谢每一位观看视频的朋友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也感谢你的关注与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时间从不会停止前进，任何网络热度都会经历变化。曾经引发无数讨论的话题，可能会随着岁月慢慢沉淀，曾经让人激动不已的瞬间，也可能成为多年以后回忆中的温柔片段。但有些东西不会轻易消失，那就是一段经历带给人的心理力量。对于很多关注博君一笑的人来说，这个名字或许已经不仅仅代表两个演员之间的关联，而更像是一段青春记忆，一种情绪寄托，以及某个阶段陪伴自己走过低谷的精神象征。人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每个人都会经历迷茫、孤独、失落，都会有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。而在这些时刻，一个曾经给予自己鼓励的故事，一种曾经让自己感受到美好的情感，可能会成为继续前进的理由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对某些作品、人物或者关系产生长期情感。他们珍惜的可能并不是表面的热度，而是那段时间里的自己。也许曾经因为一部作品重新找到生活兴趣，也许因为某个人的努力重新相信坚持的意义，也许因为某个群体的陪伴度过了一段孤独时期。这些经历都是真实存在的情感价值。但最终我们需要明白，所有外界给予的力量都只是人生旅途中的助力，真正决定我们未来方向的依然是自己的选择。喜欢一个人可以成为开始改变自己的契机，欣赏一种精神可以成为不断成长的动力。但人生最精彩的部分，不是永远追随别人的故事，而是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。也许多年以后，当我们再次回望曾经喜欢过的一切，会发现真正留下来的，并不是某一个瞬间的激情，而是那个因为热爱而努力成长的自己。所以，博君一笑带给很多人的意义，或许不是答案，而是一份提醒。
世界上确实存在美好，而我们也有能力创造